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崔淑月才26岁，就在医院查出卵巢早衰。为了能够满足自己当母亲的心愿，她想要找一个男人，最好是那种又帅又听话的。可是在酒吧寻寻觅觅许久，都未曾找到。本来已经要放弃了，却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男人，白皙的脸上带着3分忧郁感，唇角挂着一丝的血迹，别有一番气质，让崔淑月移不开眼了。她缓缓走近男人，蹲下身来，递给他一瓶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要带我走吗？顾敬言淡淡的一笑，有种万念俱灰的破碎感。崔淑月想要安慰他，凑近抱住他的脖子，轻拍后背的哄他，跟我走吧，我能给你一个家。就这样，崔淑月在来酒吧的28天，终于找到一个目标，并顺利地将他带回自己的公寓。两人坐在餐桌旁，桌上摆着丰盛的食物，崔淑月托着腮，淡淡地望着顾敬言。有人说你长得帅的犯规吗？他苦笑地摇摇头，仰头微抿一口红酒，眼神里尽是伤感。看他郁郁寡欢的样子，崔淑月爱心爆棚的凑在薄唇亲一口，才笑盈盈地开口：你有我后就不会再孤独了，相信我。顾敬言被他看得脸红，你是除母亲以外唯一接近我的女人，崔淑月，你确定自己会一直陪着我吗？他笑着举手要发誓，却被顾敬言拦住了。我最讨厌发誓，也怕被你连累。崔淑月尴尬的一笑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来点实际的。话落，他轻身地将人抵在墙边，主动地抱住了宅腰，凑在唇边亲一下，才在耳边低语地说：顾敬言，你不会是第一次吧？重要吗？他一个翻身，将人儿反压在身下，深情的拥吻，让两人都为之动情。一场温情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再醒来时，顾敬言看到他正倒立在床头，狐疑地问：你在干嘛？崔淑月嘿嘿一笑：我在锻炼，以后每天都要这样，有助于身心健康。他随意地胡扯着，总不能告诉顾敬言，他因为卵巢早衰，想要问他借个孩子吧，这样铁定会吓跑所有人吧。所以崔淑月决定偷偷生下这个孩子，她可以又当爸又当妈，丝毫不需要男人在身边，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好。就不知何时才能有个孩子了。某天晚上，崔淑月从外面回来，就发现顾敬言手腕割伤了。她慌忙地找来急救箱，手指颤抖地帮着包扎伤口，直到处理好一切，才迎上他带着笑意的眸子，质问道：顾敬言，你疯了吧？这样会出人命的。我就想试一下，自己会不会痛。崔淑月，你说有母亲恨自己的孩子吗？不可能，我要是当母亲了，肯定会用命来爱自己的孩子。听出他话里的弦外音，崔淑月安抚地抱住他：你别吓我，我既然把你捡回来，你休想死在我面前。还有，你将是我孩子的亲爸，你死了，我儿子咋活？顾敬言被他逗笑，修长的手温柔抚摸他的小脸：你捡我回来，不会就为了跟你生孩子吧？心思被猜透，崔淑月脸红的一笑，瞎胡说，我是看中你的颜值，想跟你谈恋爱，才把你捡回家的。顾敬言，你要想有孩子，爱跟谁生就跟谁生，反正我不想生孩子。他的豪言壮语终于让顾敬言打消疑虑，凑在额头亲一下，才低哑地说：
崔书月，我不想要小孩，我有你就够了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会陪我一辈子，不能反悔哦。崔书月攀上他脖子，在颈子上亲吻一下，才羞红脸地说，我贪恋你的高颜值，迷恋你的8块腹肌，就算是你赶我走，我也要死赖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说完，他凑在顾静言的耳边，像是警告的又说，别再做傻事伤害自己，我会心疼的。好，以后我将为你而活。顾静言轻身吻上娇艳的唇，互相迷恋的两人，再一次沉沦在彼此的爱里，不愿醒来了。崔书月对他的痴迷，从来都是明目张胆的，毫不掩饰，而顾静言对他却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备至，因为崔书月给他的情感是亲生父母都不能给予的。试问，一个被父母都嫌弃的人，到底有多渴望被爱？私生子的身份将让顾静言背负一生，被人非议和唾弃，尤其是精神失常的母亲对他语言的攻击，让顾静言渴望有个人出现，安抚他的情绪，给自己一个安身的家。好吃吗？这是崔书月第一次做饭，虽只是一碗西红柿鸡蛋面，也让他在厨房忙活半天，可见用心。好吃。顾静言眼眶湿润了，深情地伸手摸上他的小脸，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面了。崔书月，你对我真好。那当然了，顾静言，我都对你这么殷勤了，今晚你是否要好好感谢我？好。他脸红的一笑。崔书月眼巴巴地盯着他，顾静言来不及吃完一碗面，就被他扯着走进卧室，还大言不惭地来一句，时光正美，我们要及时享乐，让他的俊脸又一阵的红了。两人就这样沉沦了3个月。崔书月为了陪在他身边，刻意请了3个月的长假，只为跟顾静言能守在一起，因为对他而言，早一天怀上孩子才是他人生的大事。我感觉自己要废了。顾静言吃着他递过来的橘子，宠溺地在他唇上亲一口。也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竟也过上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不需要为了讨好父亲、证明自己，而当一个工作狂，更不需要永无休止的加班来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这种悠然自得的感觉真好。原来有人在意、真心爱着自己的感觉，远比刻意讨好别人换来少得可怜的认可，让他更要开心。废了正好，我养你啊。崔书月凑在他薄唇，贪婪地吻一下，才用指尖划过他的胸口，随意地打个圈，轻而易举就将某人撩拨的心里躁动起来，翻身将他压在身下。崔书月，你在玩火？那你要陪我一起吗？好。顾静言宠溺地吻上他的粉唇，两人再一次沉浸在这份爱里，难以自拔了。可第二天，崔书月却在他深情吻向自己时，伸手挡在两人之间，一脸愧疚地说，顾静言，我们分手吧，我未婚夫从国外回来了。你当我是什么？供你解闷的男模，还是见缝插针谈的一场恋爱？崔书月，你还真敢说。崔书月无奈的苦笑，随你怎么想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你若不走，那我走。他穿好外套，临走时将一张支票递给他，顾静言，你也别怪我，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人。崔书月，你别后悔。我永不后悔。不等他离开，顾静言就无情地摔门离去。消失3个月的顾静言，总算是出现在公司，
看他一脸的冷意，张秘书正在考虑要不要先出去躲一躲，就听他阴冷的开口：“帮我查一下崔淑月的未婚夫到底是谁？”“是，顾总。”张秘书刚走出办公室，顾董事长就推门走进来，看着不争气的儿子，轻咳一声，才冷声骂道：“你还有脸回来？我以为你想当一辈子缩头乌龟。”见儿子不说话，他又骂：“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的待在顾家。至于你的生母，我会安排她住进疗养院，给她最好的照顾。不过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能否留在顾家，取决于你娶怎样的女人。我可以将你推到高处，也可以将你一秒拉下来。不要忘了，你是一个私生子，若没有顾家的承认，你随时都可以流落街头。”一字一顿的话让顾敬言手心颤抖，迎上父亲的眸子。要不是你儿子车祸成了植物人，你或许都懒得记起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。顾风，你想要给我的这一切，我根本不在乎。说得好听，给我妈最好的治疗，还不是拿它来威胁我，成为你掌控的妻子。你，顾风恼火地望着儿子，既然你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就好好听我的话。顾敬言，你能够姓顾，也是我的恩赐。若不想回到连姓都没有的私生子，就乖乖地娶林家的独生女，再闹下去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撂下一句话，顾风就摔门走了。父子之间冷漠的谈话让顾敬言苦涩一笑。每个人都想要掌控他，那自己就偏偏不遂人愿。顾总，这是你要的关于崔小姐的所有资料。张秘书将一份文件递过来，顾敬言打开看一眼，原来她是韩旭瑶的未婚妻，好像韩氏最近总想跟自己谈合作，或许能逼着某人儿来跟自己求饶。崔淑月很久没来老宅了，她停稳车子，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，正好与父亲的二婚妻子撞在一起。淑月，你好久没回来了，快进来。父亲的二婚妻子是他公司的秘书，比父亲小20岁，说起来比崔淑月也大不了几岁，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模样。但就是这个女人，让父亲狠心抛弃妻女，只为迎娶她。可见外表的美丑，并不代表内心的干净。崔淑月看一眼他，刘姨。刘静温柔一笑，拉着他的手，两人就亲昵地走进客厅。一进屋就招呼厨房的男人：“老崔，你看谁来了？”跟着父亲一起走出来的，还有一个6岁的女孩，粉雕玉琢的模样，十分的可爱。离婚5年，孩子都6岁了，父亲做的这些事让崔淑月替母亲抱不平，但那又如何？有钱的男人不都这么朝三暮四，无情无义吗？他永远忘不了5年前的一个暴雨晚上，父亲为了要给刘静一个家，狠心将生病的妻子和女儿赶出门外，还毫无愧疚地说：“刘静为爱才跟的我，现在我是该给她一个承诺，我给你们的钱和房子，足够你们母女安度余生了。”说完，他就重重地关上房门，隔绝了与妻女的一切联系。然而这才过了5年，父亲竟舔着脸的让崔淑月回到老宅，因为公司经营不善，面临破产，让他回来只为了商业联姻。崔淑月本来是拒绝的，父亲后来竟把母亲接走，逼他就范，还真是一个好父亲啊。有话就说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呢。崔淑月坐在书房里，望着桌子上的照片，满满都是一家3口的幸福。
他承认自己嫉妒了。崔父微顿一下，才开口：舒月，我这么做是有点不近人情，但你也应该理解，毕竟公司能够存活下来，也能多分你不少钱。而且你母亲生病做手术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你接受商业联姻其实是双赢的。我有手有脚，可以养活我妈。爸，你不用亲情绑架我。崔父轻咳一声：那好吧，你只要跟崔旭尧结婚，我才让你见到你妈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要现在见到我妈。他为难地摇摇头。你妈现在刚做完手术，需要静养，不过我可以让你在视频里看到她。崔父递给他手机，里面是一个几分钟视频，母亲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脸色安详，时不时有护士进进出出，看得出来这是国外的一个私立医院。老爸为了拿捏他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我要每周都能看到这样的视频。爸爸答应你。谈妥后，崔淑月从老宅离开，刘静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担忧地望一眼身旁男人。老公，你说淑月会不会一直记恨我，把商业联姻这事怨在我身上？崔明朗安抚地抱一下娇妻，放心好了，我的女儿是有大局意识的，而且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她不会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的。老公，要不我们离婚吧？我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舒月和他妈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只想跟爱的人在一起，却不想伤害了他们。刘静小声地抽泣起来，梨花带泪的样子让崔明朗心疼的吻上她的眼角。小静，别说傻话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他们会祝福我们的。说罢，两人就深情拥吻了。某天，崔淑月拿着一束花就飞机场接机，然而与未婚夫一起出来的还有他的情人朱玲，穿一身的名牌，整个人珠光宝气，看着就像豪门太太。而一旁的韩旭尧温柔地凝望着他，丝毫不想掩饰对他的痴迷。倒是崔淑月觉得自己像是第三者插足了，手里的鲜花想放在身后，却被朱玲一把抢过去，放在鼻尖嗅一下，也就一般般。如你所说，你确实一般般。崔淑月并不惯着他，直接对回去了。朱玲哪里受过这等的欺负，抬手想要打人，却被崔淑月先给他一巴掌。当情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，果然是没文化的人儿。你，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吧？他在质疑你的眼光。这话完美的将火引到韩旭尧身上，他不悦的眉头一皱。崔淑月，你只是来接机，就真把自己当豪门太太了？就算我会娶你，你也只是一个摆设。见他眼神透着冷漠，朱玲假装害怕的依偎在韩旭尧怀里。亲爱的，他又想打人了。崔淑月，别得寸进尺，我们虽然有婚约，你们崔家是占便宜的一方，别忘了主次之分。说完这话，韩旭尧故意在情人额头亲一下，刺目的一幕让崔淑月气到要背气，但还是强装笑意地走近两人。韩旭尧，你也别忘了，如果我不嫁给你了，韩氏总经理的位子也要拱手让人了，所以凡事要有度，别太过分。望着他优雅离开的倩影，朱玲气得小脸通红。韩旭尧，你说过的不会让我受委屈，他都骑到我头上了，你竟然不给我兑回去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他转身要走，却被韩旭尧扯进怀里，温柔地哄他，乖乖，他就是仗着我父母喜欢才这么嚣张，
只要我拿到30%的股份，第一个踢走就是他。真的，不是骗我的。韩旭尧把他的手放唇边亲一下，才信誓旦旦地说：我心里最爱你，这个无需证明了吧？我看上一个包包。朱玲较软地说：买，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给你摘下来。崔淑月还并未走远，听到他的话，鸡皮疙瘩落了一地。见过不要脸的，但像韩旭尧这样恋爱脑、拎不清的男人还真是少见。她从机场回来就去找闺蜜了。两人在闺蜜的小公寓里边喝酒边聊天。崔淑月一想到再过1个月就要嫁给韩旭尧，心里一阵的冒酸水了。闺蜜领管初提议，她既然有情人，那你也找一个小白脸，各玩各的，正好再怀个孩子，让他当便宜的爹，这不好吧？有啥不好的？他能在机场故意气你，就应该接受一场后果，不如再找一下顾静言。我觉得这个弟弟指定还在等你。崔淑月回忆起他伤感的眼神，直接摇摇头，还是算了吧，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。那就再找别人，毕竟男模又不他一个，正好我也潇洒一回。在闺蜜的撺掇下，崔淑月终于来到本市最大的酒吧，不过是随意的扫一眼，形形色色的男人就够让她眼花缭乱了。几杯红酒下肚，崔淑月已经醉意浓浓，望着缓缓走近自己的男人，神似顾静言的模样，让她顿时有了兴致。帅哥，你很像我一个朋友。是吗？顾静言一身西装，微冷的气势让他后背不自觉的一凉，但还是勇敢地凑上前，用指尖轻撩他的下巴。帅哥，你要是笑一笑，就跟我朋友一模一样了。朋友？崔淑月，原来我在你心里只是一个朋友。崔淑月揉揉眼睛，才终于看清面前的男人，想逃却已经来不及，自己的纤腰已经被一只手死死扣住。她尴尬的一笑，好巧，说走就走，说分手就分手。崔淑月，你当我到底是什么？男模呀，男模千万，下一个最顺眼。闺蜜火上浇油的话让崔淑月紧皱眉头，朝她使眼色。领管初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对，我喝醉了。说完，领管初就顺势倒在她肩上，却被一旁的顾静言好心提醒，再不追过去，你的男模要被抢走了。我看谁敢跟老娘抢。领管初气鼓鼓的就往拐角的方向走过去了。没了闺蜜，崔淑月憨憨一笑，那个，我去看一眼，万一刀剑无眼，我过去还多一个帮手。等一下。顾静言大手一拉，他顺势倒进她的怀里，肆意的吻如雨一般的落下，让崔淑月很快就丧失了理智，只能被动地沉浸在他的强势攻击下，软成一滩泥了。两人从酒吧出来，就直接去了附近的酒店，留给崔淑月的只有叫苦连连了。几次之后，顾静言在他耳边轻吹一下热气，才慵懒地说：崔淑月，为了惩罚你的不乖，当我情人吧。不可能。为啥？因为你要结婚了，要对自己丈夫从一而终吗？我只是贪恋你这个人，并不想破坏你的婚姻，我是有职业素养的。既然把他当男模，顾静言不在乎顺势演下去，而且他也不想这么快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崔淑月苦笑地摇摇头，顾静言，你要是有职业素养，就不该拿钱了还纠缠，
毕竟我们有各自的生活，该放手时就别拖泥带水。好啊，那你给我1000万，我就从你眼前消失，否则……他玩味掐住她的下巴，狠狠地吻上粉唇，在抬眸时，粉唇已经渗出一丝血迹，娇美中带着几分迷人，让顾静言看了又开始躁动了。该死，眼前的女人果然是他的劫，躲不开也忘不掉。明知她马上要嫁给别人，还是忍不住想将她困在身边，哪怕强取豪夺，也不想撒手。否则……崔淑月正要反驳，却被他扣住双手，凑在耳边低哑地说：“崔淑月，认命吧，你躲不掉我的。”顾静言，我原以为你是小奶狗，原来竟是一头野狼。他气鼓鼓地低吼，早知如此，自己就不该招惹他了，现在成了甩不掉的麻烦。你若回到我身边，我还可以当你的小奶狗。崔淑月，回来吧。他抗拒地摇摇头，不是自己不想，而是现实的残酷，让他不得不狠心地一把推开了顾静言。先给你10万，剩下的慢慢给你。把钱转给他后，崔淑月就匆忙地逃走了，而被丢在床上的人望着手机的转账，竟苦涩地笑了。某人儿还真当他是男模了。几天后，崔淑月正在上班，就接到未婚夫电话。喂，他声音十分疲惫。来我办公室一趟。韩旭尧语气十分阴冷。我很忙。想要挂电话，却听对面冷声低吼：崔淑月，你自己做的好事，还要我去见你吗？不想被退婚，就抓紧过来。崔淑月微皱眉头，揉一下太阳穴，起身走出了办公室。你还有脸过来？推门走进去，就看到未婚夫身旁的朱玲，一脸嫌弃地盯着他，唯恐天下不乱地来一句：我看他是离不开男人，迫不及待地投怀送抱，真给女人丢脸。崔淑月走进了朱玲，将手里的冰美式一股脑地倒在朱玲头顶，让她瞬间就变狼狈。你真是疯了！朱玲抬手要打人，却被崔淑月掐住胳膊。朱玲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再招惹我，我让你哭着走出这里。你竟敢威胁我！朱玲想要骂人，但看到他冷厉的眼神，顿时没了气焰。我不跟你计较，你要是再不撒手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崔淑月也不想把事闹大，于是松开了手。朱玲委屈巴巴的跑到韩旭尧的身后：亲爱的，你倒是管管他。韩旭尧被他们吵得头都疼了。朱玲，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儿再去找你。其实朱玲也怕殃及池鱼，便趁机先离开了。毕竟照片是他拍的，还真怕崔淑月对他大打出手。你竟然背着我找男人！韩旭尧将几张照片丢在办公桌上，崔淑月扫一眼，虽都是侧面，看不清男人的长相，但两人亲密的举动足以让他百口莫辩。更何况这是事实，他也没打算解释。你能找朱玲，就不许我找一个男模。韩旭尧，你非让我来一趟，就为这事？他满不在乎的语气彻底激怒了韩旭尧，他起身扣住他的脖子，不过稍微用力，就让他差点窒息，眼看脸色煞白了，也没有松开的迹象。门外的顾静言只能猛地推开门：韩总。发现是他，韩旭尧终于松开手，换一副笑脸的走进顾静言：顾总，请了你许多次，终于肯露面了。瞧他毕恭毕敬的样子，
崔书月满脸的狐疑，但韩旭尧很快就告诉他答案。这位是顾氏企业的副董事长顾敬言。顾敬言，副董事长。他直呼其名的态度让韩旭尧眉头一皱，忙打圆场的笑笑，并随意地揽上他的纤腰，是与人前：顾总，这位是我未婚妻崔书月，她可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，设计的珠宝还曾获过国外的奖，当然国内的奖也得过不少。崔书月是你的未婚妻？顾敬言脸色一沉，似乎很不悦。是啊，顾总，难道你们以前就认识？韩旭尧有些起疑了。崔小姐才华横溢，我若能早认识，将是我的荣幸了。他故作惋惜的一笑。见状，韩旭尧得意地加重腰上的力度，惹得崔书月眉头一紧，但碍于有人在，也只是淡淡的一笑。既然你们有工作要谈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！顾敬言出声喊住他，就让崔书月后背一凉。这男人不会要故意为难他吧？他眼神复杂地盯着崔书月的粉唇，强势的眼神让他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。我刚来，崔小姐就走，是对我有敌意吗？他阴阳的话让韩旭尧笑着挽上他的纤腰。书月，你就先别走了，陪我和顾总喝杯茶，好吗？好啊，我正好也渴了。崔书月借着刷杯子的空隙躲进了厕所里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脸色煞白，额头冒汗，看来刚才是吓得不轻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顾敬言竟然尾随他来到女厕所，在关上门的刹那，强势地将人儿堵在墙角，玩味的轻笑：你刚才说渴了，是真是假？这是女厕所，你疯了？赶紧出去！崔书月一边说，一边往外推他，却是纹丝未动。顾敬言低头强吻上粉唇，肆意的吻，让他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，小脸红扑扑的，眼神里的迷离更让顾敬言心里躁动了。他指尖抚过他的唇，指腹的摩擦让崔书月更心惊胆战了。他声音颤抖地开口：顾敬言，算我求你，赶紧离开好吗？求我？就这态度，似乎还不够。怎么突然就修厕所了？真烦人！门外传来女人的抱怨声，吓得崔书月一动不敢动了。而一旁的顾敬言趁机吻上她雪白的梗子，不过是轻轻一吻，就让崔书月猛地推开了他。两人四目对视，他的眼泪在眼眶打转，强装淡定的低声说：顾敬言，你这么想疯，那我陪你一起疯。他踮起脚尖，凑到薄唇就亲上去。在离开时，他的薄唇已经被咬破一个口子。正当两人沉默时，顾敬言的手机响了。喂，对面的韩旭尧十分殷勤地问：顾总，你说出门抽支烟，不会是先走了吧？我有事就先走了。韩总，我改天再请你吃饭。就这样，先挂了。顾敬言将手机放进口袋，才又看向了崔书月：等我给你发信息，你再出来。他点点头。等了大约5分钟，顾敬言的信息发过来了：崔书月，不许你单独见韩旭尧，否则我就把咱俩的事告诉他。他是我未婚夫，他要是想见我，我不能拒绝。顾敬言坐在后座上，看着他的回复，直接拨通了电话：崔书月，你故意气我是吧？今晚在家等我。听他这话，崔书月立马怂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不单独见韩旭尧，
就算是被他绑了，我也争取跳窗逃走，这总行了吧？乖，晚上我过去找你。不行，没时间。为什么？顾静言有些吃味地问。林管处失恋了，他要来我家住几天，而且你瞒我这件事，我还没跟你算一算。顾静言，你休想就这么糊弄过去。舒月，我要开车了，先挂了。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崔淑月就匆匆挂了电话，刚想偷偷溜走，却正好碰到了韩旭尧。瞅见他雪白梗子上的印子，他狐疑地问：你脖子？哦，刚才被蚊子咬到了。现在还有蚊子吗？他一脸的怀疑。没蚊子，难道是被亲的？韩旭尧，你这么随便的人，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吗？韩旭尧想要将他拽进办公室，却被崔淑月给甩开了手。我还有事，没工夫陪你闲聊。韩旭尧，以后有事电话里说，别动不动就请我来公司。崔淑月，你能耐了。他笑着点点头。我确实认识顾静言，若不想把生意搞砸，你最好少招惹我。我们是有婚约，可我没义务为你生意出力。见他不再纠缠，崔淑月就匆匆离开了。可他还是太小瞧韩旭尧了。他喝了几杯酒后，就听了朱玲的话，想着让他陪客户吃饭。如果成了，那就生意顺利；如果失败了，也能给他一个教训，省得总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某天晚上，崔淑月在喝了客户递过来的水，就变得晕乎乎了，想要支撑着站起身，却硬是栽进男人的怀里。这时，朱玲从角落走出来，给男人一个眼神，把他送到这里去，把事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，朱小姐。原来谈生意的客户也被朱玲收买了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的算计会将他彻底推进深渊。客房里，崔淑月只觉得身子慢慢地往下沉，直到听到衣服的撕扯声，才让她艰难地睁开眸子。眼前是一个陌生男人，正在扯上衣扣子。她用力护住身子，却因为身体无力，而根本阻止不了。眼看男人就要解开最后的扣子，他声音发颤地说：你放开我，不然顾静言不会放过你的。声音好听，就多说几句，我听着都酥了。你说你男人叫顾静言，我也叫顾静言，咱们还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哈哈。男人想要俯身亲吻她，却听到一阵踹门声。顾静言恼火地走进来，抬脚就将人踹下床，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直到男人连连求饶了，才冷声说：还不滚！男人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你没事吧？顾静言弯腰将他抱起来，边走边在额头吻一下，希望可以安抚他的紧张。顾静言，我好像中药了，带我离开这里。好。出了酒店，顾静言猛踩油门，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别墅。看着已经迷糊的崔淑月，他心疼地抱着她上楼了。两人来到卧室，顾静言温柔地将她放在床上，想要转身去倒杯水，却被崔淑月攥着手：别走，别离开我。崔淑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钳住她的尖下巴，沉声问。崔淑月点点头：我想要你帮我，顾静言。我帮了你，你就再也别想逃走了。他小脸红扑扑的，主动攀上他的脖子，凑在薄唇吻一下。顾静言，我本来也舍不得跟你分开，是我爸逼我嫁给韩旭尧，你别恨我好吗？好。顾静言弯腰躺在他身旁，
顺势在粉唇啄一下，才轻身将人儿拽进怀里，一脸宠溺地说：“崔淑月，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你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只是单纯享受被你养在身边的感觉。当时真想当你一辈子的小白脸，不过现在也想，我可养不起你了。”他羞红脸地笑了：“只要你想，你就养得起。”顾静言深情地吻上他粉唇，这一次崔淑月也主动回应他，两人很快就沉浸在这份浓情蜜意里了。两人在别墅里已经待了3天3夜。崔淑月慵懒地起身，想要去外面透口气，却被顾静言从身后环住纤腰，柔情地说：“淑月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要试图离开我。”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崔淑月主动地吻一下薄唇，才笑盈盈地又说：“就算是你赶我走，我也死赖着不走，这总行了吧？”不过顾静言温情地靠在他肩上：“我已经找人教训韩旭瑶，没个1个月，你们是结不了婚。我也把朱玲背叛韩旭瑶的证据都寄给他了。现在的朱玲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。顾静言，你对我真好。知道我好，那你打算怎么谢我？”崔淑月笑着攀上他脖子，凑在耳边低语地说：“你想的我都能答应你。”说完，他吻上了薄唇，本来是轻轻一吻，却被顾静言夺回主动权，肆意加深这个吻了。从沙发到了床上，他们再一次陷入温情里，难以自拔了。自从和好后，两人就偷偷的约会，这段时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了。才不过3个月，崔淑月就觉得自己似乎爱惨了顾静言。如果哪天他们突然分开了，或许自己能丢掉半条命。这不是他胡思乱想，毕竟自己和韩旭瑶还有婚约，而顾静言也要接受家族的安排，与长辈看重的女人时常的见面，冥冥之中总让崔淑月有种不安在心底。怎么了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下班回来，顾静言就上楼来找崔淑月，见她发呆，从身后抱住她的腰，温情地在脸上亲一下。崔淑月挤出一丝笑：“韩旭瑶腿已经好了，他约我明天回老宅一趟，商量月底结婚的事。淑月，你妈所在的医院，我已经找人打听到了，等我把她救出来，咱们就远走高飞，好吗？”顾静言再也等不了了，她无法想象自己深爱着的女人哪天会嫁给别的男人，她直接会抓狂的。不行，你好不容易得到父亲和家族的承认，就这么放弃了，我都替你惋惜。顾静言，我们再等一等，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。崔淑月想要安抚地抱住他，却被顾静言强吻上粉唇，两人忘情地拥吻许久，他才无力地说：“淑月，我只想要你，你我都知道，此事无解的。或许有第3种方法呢？”顾静言靠在他肩膀：“我本以为得到家人的承认是我最重要的事，可自从遇到你，能够与喜欢的人相守一生，才是我最渴求的。淑月，如果我成了一个穷光蛋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当然，我不仅爱你，还要养你一辈子。”崔淑月虽没有太多钱，但是这些年的工作也让她攒下一笔钱，还有韩旭瑶给的彩礼，足够他们在外地做个小生意了。做不到大富大贵，但小富即安，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很幸福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
远比想象的还要棘手。顾敬言在临走前要去精神病院看一眼自己母亲，结果人才走进医院，就被一棍子击倒在地，彻底失去意识了。顾家老宅里，顾敬言的执拗已经让他后背伤痕累累，俊脸惨白无色，望着无情的父亲，苦涩的一笑：“爸，你杀了我吧。如果老大能够醒来，我倒希望给你一个痛快。顾敬言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我已经没多少耐心了。”顾风拿着带血的鞭子，缓慢地走进顾敬言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，没有一丝的怜悯，反倒是一脸嫌弃，就让顾敬言终于看清，自己在父亲眼中不过是商业联姻的工具，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。爸，我答应你了。真的？顾风狐疑地盯着他，似乎并不相信他突然的改变是真的想通了。顾敬言艰难地点点头：“我要见林于熙，这是你最希望的。”好，果真是我的好儿子。顾风临走时看一眼儿子：“顾敬言，你若是再不答应，我都要去抓那个女人了。我想有她在手里，你总能就范。看来是我看错你了，你也不是什么痴情种，逃不过一个钱字。我只是迷恋她，仅此而已。而且她都要嫁人了，我这种身份地位才不屑当一个第三者。”顾敬言踉跄着站起身来，走近父亲：“爸，我骨子里流着你的血，深情。”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顾风眉头一皱，但很快放肆的一笑，轻拍他一下肩膀，虽然有几分讽刺，但我喜欢，哈哈。崔书月心里清楚，顾敬言突然失踪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他现在不能自乱阵脚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等着他来救自己。晚饭时，韩旭瑶看他神色凝重，轻咳一声，才出声：“崔书月，别摆着一张臭脸，若不是我爸妈看上你，我才懒得应付你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和朱玲分手，少不了顾敬言的手段。不过他现在要娶林氏独生女，再没人能为你撑腰了。”听到这，崔书月被一口水呛到，脸憋得通红，心也跟着揪得难受。原来谣言都是真的，顾敬言没有被逼迫，也没有遇到大麻烦，而是为了摆脱自己而故意躲起来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彻底破碎了。“我吃饱了。”崔书月想走，却听到他冷淡地说：“月底就要结婚，你最好辞职在家，好好准备婚礼的事，别再给我惹是生非。若不是看上崔家的那块地皮，我会娶你。”崔书月，摆清自己的位置，否则别怪我对你无情。不过是商业联姻，你我何必当真？崔书月的话激怒一旁的韩旭瑶，他最看不得女人的无所谓，疾步走到跟前，低头强吻上粉唇，想要更进一步，却被崔书月咬破唇角，刺痛让他停下来，冷眼盯着眼前的女人：“你真是疯了。”“哈哈，我是疯了，以后不想难堪就别自找没趣。韩旭瑶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”崔书月优雅地转身走了。韩旭瑶愤怒地将高脚杯摔在地上，他心里暗暗发誓，结婚那晚一定要让崔书月后悔惹怒了他。一家有氛围的咖啡厅，顾敬言剧烈地咳嗽着，许久才见对面递过来一杯清水：“喝吧，我可不想看着你死。”“谢了。”他仰头喝光杯里的水，才望向了林于熙：“不用憋着，想笑就笑呗。”林于熙扑哧地笑了：“顾敬言，在我印象里，
你是一个冷漠无情的男人。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为爱发疯一回，想不到这才过去半年，你就差点把自己折磨死了。你也没好哪去吧？我可是听说你为了爱的男人被自己父亲关了半月，要不是我主动约你见面，估计你还在林家老宅关着呢。林于熙脸色一变，尴尬地笑了，说正是吧。顾敬言将一份文件递给他，我已经帮你的男人编了一个完美的身份，就连你爸调查也绝不会露馅。林于熙，你就没考虑过，或许他真是一个富二代？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与家境无关。我现在就担心你做的假身份能不能以假乱真。你仅可以试试。林于熙在看过里面内容后淡然一笑，你帮到我，那我也不差事，帮你坐稳顾家掌舵人的位子。顾敬言，我不得不佩服你，明天就是他的婚礼，你还真能沉住气。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他已经想好，婚礼当天抢走新娘了。隔天的婚宴，崔淑月在送完最后一波客人，就被司机送到酒店。他望着布置喜庆的房子，竟有些坐立不安了，脑海里竟浮现出顾敬言的俊脸，挥之不去，就让他倍感心塞。崔淑月，扶我一把。韩旭尧打开门，晃悠悠地走进房间。喝醉的他眼神炙热地盯着一身新娘服的崔淑月，白皙的脸蛋，温婉可人，精致的妆容更显得她绝美动人，只是一眼就让他惊艳了。看他眼神贪婪，崔淑月本能地想躲开，却被韩旭尧扯住胳膊，稍微一用力，两人就跌进了大床上里。他轻身想要亲吻她，却被崔淑月抬腿给了一脚，正好命中关键的部位，疼得他脸色一白。崔淑月，你现在是我妻子，难道还想为顾敬言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成？我们还没领结婚证。他为自己辩解，其实心里是十分抵触韩旭尧。就一张破纸，碍不着我们的事。崔淑月，你别不识抬举，如果不让我满意，我分分钟能让你爸的公司破产。他身子一颤了。韩旭尧趁机将他圈进怀里，一脸坏笑地凑到耳边，崔淑月，现在没人能救你了，哈哈。谁料他才刚说完，一阵开门声响起，让两人都愣在原地了。客房经理开了门，顾敬言一脸冷地走进屋里，望着床上的两人，冷声道：崔淑月，给我滚过来。韩旭尧揽上他的纤腰，顾敬言，现在崔淑月已经是我的妻子，你这么明目张胆地过来，是想抢人？不然呢？你自己都一地鸡毛，还来招惹我，真当我们韩家好欺负了？韩旭尧低头吻上他的脸，故意想惹怒顾敬言，还来不及占到便宜，就被一脚踹下了床。韩旭尧，你都不看手机的吗？啥？他一脸的蒙圈。顾敬言弯腰抱起崔淑月，临走时才冷声提醒：我早就说过，你要是敢抢我的女人，我让你彻底破产。就怕你没这能耐。韩旭尧站起身来，握拳想要动手，却被保安架着带出去了。你们应该抓他，我才是你们的金主。对不起了，韩总，这个酒店现在已经是顾家的产业。不容他反驳，已经被保安拖着扔出酒店门外了。你，崔淑月挣扎着从他怀里出来，冷冷地看着，眼泪竟不争气地流出来。你都订婚了，听说还要闪婚，再来跟我纠缠，真以为我还爱你吗？
舒月，我没有变心，从未变过。顾敬言关上车门，就开始脱掉衬衣，后背的伤痕十分刺眼，让崔舒月愣在原地。你这是被谁打的？顾风，我名义上的父亲，如果能割舍血缘关系，我宁愿与他成为陌生人。他无奈地苦笑。崔舒月心疼地抚摸他后背的伤痕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失约了，没能及时救出你的母亲，你逼不得已才嫁给韩旭尧。万幸，我终于把你抢回来了。顾敬言眼底湿润的凑近吻上粉唇，久别重逢，唯有真实的亲昵才能一解相思之苦。那你跟林于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紧张地问。顾敬言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，宠溺地说，他有喜欢的男人，我跟他只是合作伙伴。至于我爸那里，只要林家愿意合作，他自然不会再在乎我娶的是谁了。那你的事业？崔舒月担心地问。顾敬言深情在他唇上亲一口，才低哑地说，多亏有你旺夫，你男人现在风生水起，事业也会越来越好。见他突然泪眼婆娑，顾敬言温柔拭去他的眼泪。舒月，你不会后悔了，跟我走吧。崔舒月笑着摇摇头。我才没后悔，只是喜极而泣，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么幸运，遇到你这样痴情的好男人。顾敬言薄唇一扬，凑近吻掉他眼角的泪，顺势吻上粉唇，两人深情地拥吻在一起，难舍难分了。全剧中，